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你赶快给陕北传个话，让老六多加提防。是。中统、军统，就像一对同胞怪胎。蒋委员长所谓的兄弟二人，非但没有手足间的人之常情，反而是互相下药，看谁先把谁毒死。这古代的王室不都这样吗？皇上生的儿子越多，活下来的越少。皇位就这么一个，不是你上，就是他下，就是看谁下手早，下手狠，煮豆燃旗，相煎何急。关于这次行动，是不是大家意见挺大的？想法指定有。抗战胜利了，留下了一条命，哪一个不想早点回家呀？从淞沪到滇缅，咱们老三营就剩咱哥几个了。我也不想让你们打仗，可是他们国民政府给咱那点碎银子，连个尿介子都不够买。我答应过你们，打完仗我带你们回老家。可是怎么回呀？兄弟身上现在除了伤，连蹦子儿都没有。我想好了，为国家为民族的事儿啊，咱们已经做完了，该为咱们自己，为咱们老婆孩子想想。以前打鬼子，咱是为了老百姓，可这次不一样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这买卖咱们得做，不做，连个养老的钱都没有。说不定那一天，上头看咱们老了，一脚咱们就得光你腚滚蛋。刚子，咱连老规矩，必须有第二个人知道任务。这是跟咱们接头的人，记住了他。最后一次，完了我带你们回老家。金先生，打猎去了？美军观察组的人都爱打猎，反正也闲着没事儿，就去凑了个热闹。看来你昨天晚上的去处和罐头的下落都有了答案。今天咱们干啥好事？好啊，让老李给做个红烧兔肉。哎，刘哥，要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听那几个美国人说，共军的增援部队今天一大清早就出发了。去哪儿了？刘家岭啊。多少人？3个团呢。啊。江副主任，哎，江副主任，江副主任，哦，小韩，哎，来，前方电报，国民党培华南部突然向我刘家岭部队发起了进攻。这个鬼子六果然动用了国民党的部队啊，他是想转移我们的视线，自己好浑水摸鱼啊。部队吃亏了吗？没有，敌人只是在消耗弹药，并没有过非军事缓冲区。瞧你那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你要是好奇，就去刘家岭看看。反正你的表面身份是新闻记者。你说会打起来吗？调了3个团去呢，肯定是要打的。不打，去3个团干嘛？难道是又要防着裴华南溜过来偷鸡吃？那才是杀鸡用了宰牛刀呢。那国军会吃亏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等着俘虏压下来，你查查人头，不就清楚了？干我们这行，
要能忍。何为人？是为忍。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。你一天到晚冒冒失失的沉不住气，这可是做特工的大忌呀。谁沉不住气了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，是关于共产党的。那还是在抗战时期，有一次，日本煤机关在上海抓住了一个偷取日军绝密情报的嫌疑人。经过严刑拷打，那个人就是不承认。后来日本人把他的妻子抓来，带到刑讯室，让他当面指认。你猜怎么样？他肯定说他不认识呗。是的。后来日本人把那个女人的衣服扒光了，当着男人的面把她轮奸了。吓着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个男人一直看着这个场面，好像被强奸的不是他的妻子，而那个女人在饱受折磨的整个过程中，一直默默地流泪，看都没看那个男人一眼，直到最后被折磨死。这么说，他过关了？是的。不过被保释出来的第二天，这个男人就自杀了。他死之前，把那份日军的绝密情报送了出来，致使日军在针对苏北新四军的进攻中，遭到了空前的惨败。日本鬼子是野兽，如果没有兽性，如何逃出野兽的魔掌？所谓的与狼共，如果没有豺狼之心，何无可共啊？所以，我一直认为，做特工的，从你入行那一天起，就应该忘记自己是谁，既没有慌张，也没有恐惧，一颗心永远要踩在脚下，连跳都不能多跳一下。这些美籍教官怎么都没教过啊？美国人凭什么要对中国学生呕心沥血呀？如果我来教美国学生，对不起，美金我拿着，但能不能学到东西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我至今佩服的美国教官，就是黑市之父亚德利。如果没有他破译日军的密码，致使我们抓住在山城给武汉通风报信的汉奸，恐怕山城早就在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中消失了。你怎么不自己带学生呢？我的学生大部分都牺牲了，在抗日的战场上。鬼子六的眼神不对呀。给我。他一直在盯着吴婉君的靴子在看。他已经证实了吴婉君和我们的关系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吴婉君每次来，都有公开要办的事情。吴婉君声称是和美军观察组的人去打猎，你看那皮靴干净的，这不是变相告诉鬼子六他在撒谎吗？这个吴婉君根本就不是鬼子六的对手，给他撤回来算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他那性子。读过《木兰辞》吗？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走得不好，雌兔还是雌兔。这就是鬼子六一手策划的阳谋，他让国民党驻军向我们发起进攻，转移我们的视线。幸亏我们反应及时，派出了增援部队。军调小组又要现场办公了，
郑耀先就是想要弄得我们呀首尾不得兼顾。鬼子六做事向来是留有后招的，而且还不是一招两招。派公树扰乱我们的视线，这是第一步。反客为主，由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，然后让公树充当实施任务的急先锋。这是第二步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公树的作用不会起太久，他不断的捣乱，想要协助鬼子六，我们只要多派一些人手盯死就可以了。把他盯死了，那他还怎么行动啊？我终于想明白了，这正是他所期盼的，这是他玩阳谋的目的。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之前我们并不了解公树，但是现在不同了。他派公树去捣乱，他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公树。他来延安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是要和什么人接线？如果我们只是盯死了他，接线人会去找公树，但是他派公树去刘家岭，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，我们现在连公树也一块给盯死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想要提醒接线人不要贸然行动，不敢找他，也不敢找公树。那他们还怎么完成任务？他照样可以遂成心愿。他迟早是要走的，什么时候走？这个在边区不是秘密。他相信接线人也一定能够想到，这是唯一，也是最后一次接线机会了。你是说，接线人很有可能出现在他们回去的路上？这就是鬼子六高明的地方了。他来到延安，通过发寻人启事告诉接线人他已经来了，然后又派公树去大闹刘家岭，告诉接线人他的意图。接线的时间和地点就在归期上，是这样。我想否认都不行。你就是上天安排给鬼子六最大的对手，也是他真正的克星。今天国民党的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消息，说戴笠在17号从青岛飞往上海的专机上，由于天气原因转飞南京，结果在岱山遇空难死了。斯人已逝，原来指的是戴笠。这个杀人魔头真是死有余辜。我看啊，不是天要收他，而是人要杀他。郑耀先要是知道自己主子的死讯，会唇亡齿寒的。你还指望郑耀先这样的杀人狂魔会放下屠刀吗？放下屠刀，他就以为可以立地成佛。他做梦了。中统召集那些老兵到底有什么用意啊？不就是去陕北共区对付老六吗？要不然弄那么多野战装备干什么？就凭那几个人，岂不是白白送死？死个把人算什么？关键是能不能达到目的。共军的战斗力向来强悍，一般人根本无法应付。日本鬼子就不怕我们的正面部队，怕的就是共军后面的游击队。可这几个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，对于打仗那就像吃干饭喝凉水一样，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做。难道他们想刺杀六哥？为什么背后捅刀子的事儿每次都是总统这帮混蛋？恐怕先挨刀的未必是老六。这世上就没有绝对的事，尽管这些老兵可以以一当十，可他们要是到了共军失手呢？老六有那么容易被杀吗？共军面对舆论压力，会不会反而加强对老六的保护？不得不把老六当成一个宝贝供着。中统的人也不是白痴，他们肯定会权衡利弊。这次刺杀目标极有可能是共党的某一个高级人物，目的就是激怒共产党，让这件事成为导火线，借他人之手除掉你六哥。借刀杀人？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旦被杀掉，肯定会引起轰动。中统借机再鼓噪舆论，将身在陕北的老六推到风口浪尖上，造成由他参与的假象，
如此一来，共军想借机除掉老六，这就名正言顺了。六哥岂不是有危险？你要尽快通知老六，让他马上行动，安全离开陕北。可六哥一直不联系咱们，他带的那部电台也没有动静。你火速派人去延安报信，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据下面的人报告，龚树从延安跑到了裴华南的地盘，他门清路疏。哎，你穿上我的衣服还挺像那么一回事了，哪像我，整天配着这张军皮，白花花的银子买了衣服，没机会穿，便宜你啊！呵呵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能几回吻？人呐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死了，再好的戏也听不着了。戴局长怎么样？不如。人死，万事皆休矣。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酒不醉人人自醉啊。兄弟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呀，真不信邪，敢拼命。六哥这次独闯虎穴，跟着他那么多年的兄弟一个没带，就带上你了。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有耐心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花1天的时间，把一根女人的头发从当中剖成2根。所以我等到了六哥。我军损失不重吧？否则你哪有闲情逸致在这戏贵妃啊？老子打完了红军，打小日本，这么多年别的没学会，就他妈学会一个字：跑。这仗啊是越打越胆小，这脑袋拴在腰带上，打得过要跑，打不过更要跑。谁知道这个阎王爷什么时候看上谁？你说我能有什么损失？啊？见过缩头乌龟吗？我只让兄弟们放空枪，又不过非军事缓冲区。共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了，大概有3个团。共军是来者不善啊！我军的军调小组已经开始开会，我方向共军提出，双方停止一切军事接触，各自后撤势力。执行了吗？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，都撤了。就这么偃旗息鼓了？我找你来啊，是有一件别的事儿，关于六哥的。六哥有麻烦了？有些人根本就没打算让他好过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辛苦一趟，回延安。4个来电。这次啊，共党是铺开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你往里钻了。上次你是趟过了1个雷区，这次恐怕得有10个趟。哎，我给你宰了羊，待会儿啊，羊肉炖萝卜，人践行。给我准备罐头，要肉的，还有香烟。你要这些干嘛？不怕拖累行动？延安的饭六哥吃不惯，他的烟也快抽没了。哎呀，只要你不把我的杨贵妃带走，一切可行。我不走刘家岭了，另外有路。连长，你说那小子还敢回来吗？韩科长说能，他就一定能。江副主任说了，这韩科长是孙悟空，早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了。我就是觉得那小子不会回来了。
国民党还能讲什么信用？他们之间那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。你懂啥？注意警戒。你咋知道这小子不走刘家岭，改走咱们这儿了？这也是韩科长算出来的？你小子不说话能憋死啊！我要不说话，那就睡着了。我打起呼噜特别响，容易暴露。来了。出来吧，脑子还算灵性，知道我走这条道。走。马小五，你也来支烟吧。刀牌的，这夜深了容易犯困，提提神儿。哼，你们这是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就凭你们3更半夜还跟这儿等着我，我今天就乖乖的跟你们走了。谁让陕北是你们的地盘呢？还不信？我这脑袋够硬吧？喂，韩科长，公署从顾林越境了，还打伤了咱们的人。伤了几个？其他人破了点皮肉，但马连长的腿被打折了，已经被送往中央医院。哎呦，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马小五，把手拿开。不能。脸受伤了？比那严重，我都没脸了，我没脸了？你是没脸见人了？你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，端过鬼子的炮楼，割过汉奸的脑袋，被陶伟给收拾了。他一个单枪匹马就把你给收拾了。我让你守株待兔，结果你反被兔子咬了。这事我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怎么如实向上级交代？马小五，真有你的哈！首长给你派个车，是让你把陶伟给我押回来。你倒好，这车成你的救护车了，你。韩科长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都丢死人了，我这仇一定要报，我要不报，哎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猪，我是狗，我反正我不是人了。你能做到吗？能。你们呢？能。我马小五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这辈子我要不亲手抓住他，我随他姐夫姓。哎。韩小姐，今天我就不怪你不礼貌了。
我这心里边有点虚。我这个兄弟啊，有眼无珠，失手伤人，不给贵军一个说法，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那就给个说法。坐。那些士兵，可都是小鬼子汉奸重金悬赏的抗日英雄，小鬼子没把他们怎么样，被咱中国人刺激伤成那个样子，这换作是你，你说该不该给个说法？该。可是这事儿就难办了。我这个兄弟，他也跟鬼子交过手。小唐，你跟韩小姐说说，小鬼子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害不害怕？怎么可能？那得是小鬼子害怕我吧？别跟我说这个，你就说说现在怎么办吧。我那些战士的鲜血不能白流。韩小姐，这的确是一场误会，我可以赔礼道歉，也可以赔偿全部医药费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再追究。不再追究？你们到延安来采访，在未经我方同意的情况下，陶伟的所作所为，这算什么？你不外乎想说，他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儿，这里伙食不好，我就让他去裴华南那儿弄点吃的。这事儿我是批准了的。你批准了？啊，他是我的下属啊，他的一切活动均要由我点头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东西都在这儿，你看这罐头有打开的，有没打开的。我这个人不能挨饿，这一饿就爱生病，甚至变态。在这里，延安，你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服从我们的安排。他的所作所为，什么时候跟我们打过招呼吗？该死，我忘了，入乡随俗。可是我们没有隶属关系啊，这弄点吃的，这找谁商量？难不成还要拍一份电报，去请示千里之外的中央日报？天长莫及。记者来到陕北，想弄点吃的打打牙祭，你负责我们这次的衣食住行，小桃水土不服，你们也有关心不够之嫌。你胡搅蛮缠。我非常感激你能前来拜访我，这要是放在国府的某些人，管你有没有罪，先给你抓起来再说。你能当面来跟我们对峙，这说明贵大是光明磊落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到此为止，闹大了对你我都不好。来，喝水，这是我的杯子，没下毒。我先喝一口。你在要挟我？我怎么会要挟你呢？事实就是这样嘛。这个天理不是在哪儿都存在。你就说那渣滓洞白公馆，那里边关的真的都是有罪的人吗？只要你有点嫌疑，就会活活的给折磨死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就是随口说说。国府的某些人受了冤枉气，他能直接去找当事人的麻烦吗？就像你听说的郑先生，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就是乱撕乱咬，像个泼妇式战斗机，把那些当事人的亲戚往渣滓洞白公馆一关，你给我在那儿住吧。就像那个山城有个八路军的办事处多少号？我听说南方局的长官最近要在那儿开会，这后果可想而知。韩小姐是个聪明人，一点即透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亲自带着陶卫一起去给共党受伤的兄弟赔罪。如果受伤的兄弟们不解气，只要腿脚还能动唤，打我们一顿，咬我们一口都行。你觉得这方法行吗？有件事情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。说来无妨。军统头子戴笠死了。死了就死了，自古天下谁无死啊？
难道你不兔死狐悲？你太抬举我了，我又不是狐狸。你哪是狐狸？你是狐仙。走。又发生什么意外了？不然，你也不会这么赶着回延安。六哥果然是料事如神呐！中统那帮混蛋又想搞破坏，想借共党之手杀人。意料之中的事儿，不拆台就不是中统了。现在咱们太危险了，本来共党就恨咱们不死，加上中统了，他们一旦联手借题发挥，我们将进退维谷啊！甭管他们，共产党有句话，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不是一条道儿，就别往一块尿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以前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今后也甭指望我高看他们一眼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上峰已经向前线部队颁发了剿共手册，而且每个士兵都配发了几个基数的弹药。这就是说，要开战了，我们再不卷着铺盖卷滚蛋，恐怕是不行了。必须要赶快行动，安全撤离。四哥带过来的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可是这个接线人迟迟不露面，看来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得由他定，我们只能被动接受。你怎么看接线人啊？您前段时间给我留了一道题，换作是我会把这个接线的时间跟地点选在我们撤离的路上。不错，这是接线人唯一的机会，也是最安全的机会。一旦他暴露了，他可以跟我们一同回家。那我们现在就应该告诉他，我们是哪天走，走哪条路线。这一天一定要选在国共开战之前。什么时候开战，除了国防部，谁能知道？还有，选择归期也是一门学问。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。韩冰，哟，首长，你怎么从前线回来了？这是蒋介石给前沿部队发的剿共手册，你猜猜上面都写什么？肯定和红区时期开印的没什么区别。对，老蒋肚子里能有什么货呀？憋了这么多年，憋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。你说对了，还是1933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。不过由此可见，老蒋这回可是铁了心了，非要完成他的多年没完成的事业。照这么说，开战迫在眉睫了。对，公树从前线赶回来，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耀先。我估计郑耀先现在肯定计划着他的归期，不能在延安耽搁太久。你是说他要跑啊？对。他没来几天呀，什么都没做就要走？所谓的走，恰恰是行动的开始。兄弟们，快到共区了啊！你们这嘴都怎么了？贴封条了？林总，打完这仗总能回去了吧？能。家里给我说了门亲事，老娘带话了，说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，眼睛大，嘴巴小，屁股白里透红。肯定行。你担什么心呢？还怕搂不上你那小媳妇儿？据说陕北共军射程最远的，也就是38大杠，连机枪配件都不全。咱们坐这飞机，比睡咱家炕头都安全。
按照您的指示，裴华南将那架飞机已经击落了。哪架？还有哪架？就是那架呀。不就是那架叛逃的飞机吗？对，就是那架叛逃的飞机。他们想投靠八路军，降在延安机场，结果被我前方裴华南部成功的击落了。这件事算裴华南干的。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有几个跳伞了。什么？飞机被击毁了？对，飞机在陕北国共军事管辖区的分界线刘家岭的上空，遭到了高射炮的强烈轰击，失去通讯联系，可能是坠毁了。共军怎么会有高射机关炮？我千算万算，唯独没有算出军统会突然发难，横插一杠子按下杀手。怪不得我撕掉飞机，他们睁一眼闭一眼，原来药都下在这儿了。有幸存者吗？目前尚未得知。与赵长脸配备的军事电台，可能也坠毁了。看在3000美金的份上，我希望赵长脸他们能有人活着。这几个空投的特务抓不到，那就像埋在我们心头的一颗定时炸弹。郑耀先和公树已经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了，现在又来了空降的国军特务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，风雨欲来呀！这几个人早不到晚不到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到，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协助郑耀先吗？如果他们是为了协助郑耀先，就不会被自己人击落。击落那架飞机的是裴华南部队的人，一定呀是中统想要借我们的刀除掉郑耀先。借我们的刀？中统多次想要除掉郑耀先都没有得逞，反倒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被郑耀先变本加厉的报复。他们也不会蠢到想着能在咱们这儿把郑耀先给除掉，所以只能向我们借刀。向我们借刀，那就得先激怒我们。你觉得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？大肆的搞破坏，让我们把这笔账记在鬼子6的头上。好啊，我们正好可以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嘛。如果是两军交恶，一切都好办，但是现在我们和国民党还没有最后撕破脸皮。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郑耀先捣乱的证据，一意孤行将他除掉的话，只会给国民党进攻延安留下口实的。对，这样都成全了中统的阴谋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是借力打力，让郑耀先为我们挡上一枪。然后我们再以保护他为由，把他掌握在我们的股掌之中。你这是阳谋啊！你是不是想等到国共开战以后再除掉郑耀先？中统给我们创造了机会，怨不了我们。现在唯一要做的是应该给郑耀先施加点压力。怎么施压？让江西把中统特务空降的事儿透露给他。羊汤来了啊！哎，嘿嘿，老板，哎，来点香菜啊，抹麻的啊，给香菜啊，哎，这老李推荐的不错，这家羊杂碎汤名不虚传呐。金先生，你要不要来一碗？闻不惯羊肉这股膻味儿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挑肥拣瘦，好吃懒做的。戴老板怎么还敢把你放出来执行任务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也就是戴老板驾崩了，你才敢这么大放厥词。要不然你这舌头早被割了为他的大狼狗。怎么着，还想打我呀？好男不跟女斗。有事儿吗？
昨晚有国内特务空降。你又是听美军观察组的人说的吧？来就来吧，可以长在他们身上。我又不是他们爹娘，出门也不用跟我请示。您不觉得他们这个时候来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来干嘛？难道是闻到了延安这家羊杂碎汤的味道了，也想来喝2碗？您就没想过，他们是要针对谁？金先生每天想的事儿多了，是以为几个小臭虫操心吗？我是好意，我怕中统又暗算六哥，还差点跑去电信局了。你去电信局干嘛？电信局是国民政府控制的呀，我想去拍封电报，问问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电信局和邮电局是党国控制的不假，但是共军保安处建立的电信检查站和邮电检查站都住在邮电局里。你难道是要送货上门吗？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？再说了，我还没向您请示，还没敢去。刘哥，戴老板驾鹤西去，接头人迟迟不肯露面，电台不能再留了，否则会给共产党留下把柄。我们不能等着别人的枪口抵到我们脑袋上啊！这样，今天延安南门外广场有文艺演出，我们也去给他们助助兴。他们在台上，我们在台下，看看谁能演过谁。太阳是领袖，天空是光明，山上是庄稼，山下是河流。刚才演出的是秧歌舞，兄妹开荒，边区百姓用了全副力量来开荒种地，只不过是为了吃一顿饱饭，有什么罪？开荒生产，这又有什么罪？为什么有人要兴师动众，到边区来打仗，破坏老百姓安定幸福的生活呢？希望大家一面看戏，一面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下面一个节目，秧歌剧《夫妻10日》。跟上去了几个？2个。你长没长脑子？几个侦察兵都不是陶卫的对手，2个便衣还不被他牵着鼻子走啊？那我得赶紧带人离去。旧社会咱不是无力不足的社会问题，这咱们反要伸手好要把这样的家。你好。啊，你们好。
哎，您是干啥的？我是记者，来采访的。啊。你好，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，我叫陶卫，我想采访您一下，可以吗？刚看完《兄妹开荒》，很受启发和鼓舞，我相当激动。主持人说，让我们一面看戏，一面想一个问题。作为延安的文艺工作者，我想请教一下，那是个什么问题啊？您就说一下您的感受就行。严哥，严哥。比决早晚都得上，你可千万不能紧张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演员现在谢绝采访。事先我们也没有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任何通知，这儿是后台严禁外人进入的，请你离开。可是接待我们的长官说过，只要是客观如实的报道，陕甘宁边区欢迎记者采访。你没有权利让我离开，请你离开。我就是不离开，我要拍到第一手资料。博斗区的民众对边区居民的业余生活非常有兴趣。这里是后台，别拉我！干什么拉我呀？别拉我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夫妻十字，讲的是一对夫妻，在开荒生产之外，他们还希望认识几个字，以扫除自己头上那顶文盲的帽子。大家再想一想，为什么老百姓想学一点文化，国民党也不允许呢？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好不好？好。胡仲南要进攻边区，对不对？对。胡儿子要来边区咋办？有特务要帮助胡儿子破坏边区，咋办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自己看。我是个记者，摄影机就是我的武器。现在武器坏了，就像战场上士兵丢了枪，你说我还能做什么？我薪俸有限，勉强养家糊口。你让我回到山城，怎么向报社交代啊？恐怕我这一辈子卖给中央日报，要换不回这台摄影机的赔款。真的不能再用了？你自己看。那就去后台找一找，看有没有散落的零件，没准修一修还能继续用呢。曹先生，和我一块儿去吧，找到找不到，都得有个见证人。请。请。哎，你看到严哥没？哎呀，这该上场了，这严哥上哪儿去了？严哥闹肚子，找地方解手去了。哎呀，真是懒驴上吧，死尿多！这个时候解什么手啊？哎，小张，白毛女，你行不行？行，都看会了，我能演。韩同志，就这儿。摄影机就摔这儿了。除了上台表演的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那去解手呢？能憋就先憋着，实在憋不住，让哨兵跟着去。女的也跟着吗？男女平等。曹先生，跟我走。放下吧，扛着怪沉的。金先生，今天的事情，你作何解释啊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
我可以知道吗？非要我把话挑明了说吗？韩同志啊，你们共产党很奇怪呀。我们几个人正在好好的看演出，思考着主持人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突然就给带到公安局来了，拿我们寻开心。好，我不说了，我犯不着跟一个女流生气，请你赶快把我们送回去。我们还惦记着看压轴戏《白毛女》，我是真想看看这个旧社会是怎么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又是怎么把鬼变成人的。你笑什么？我想到猫抓老鼠的样子了，所以我会笑。今天我们台上演得很出色，你们在台下也一点都不逊色呀。继续来，我还没看过瘾呢。想不想上房揭瓦呀？我帮你搭个梯子。韩同志，你对我是越来越不礼貌了。金先生，别再兜圈子了。实话实说吧，你这次来延安是为什么？搞的是阴谋还是阳谋？听你这口气，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韩同志，你见过这个天天趴在窑洞里边搞阴谋阳谋的吗？从来到贵地，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像那个刚下崽的小媳妇一样。这也犯法？牙尖嘴利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这里边藏着什么，你心里很有数吧？我们的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但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这段时间你在我们这里还算是规规矩矩，但这规规矩矩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，金先生？哎呀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开来看看？打开。是。慢。我可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新闻记者，韩同志，你非得把事儿办得这么绝吗？恕我直言，你现在更应该关注的不是我们。你还有时间在这儿跟我们扯闲篇吗？送客。文艺演出马上结束了，有机会，请你们下次再看《白毛女》。但愿我有这个幸运。你一直很幸运，但不知道这种幸运还能坚持多久。抱歉，我饿了，拿个红薯。告辞了。干嘛来了？我刚才肚子痛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解手来了。解手用跑这么远吗？到处都是人，不远点儿不行啊。你埋的是什么东西？要我把它挖出来吗？别动！你要了我吧。等一下。我还是个姑娘，不委屈你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改装电台。你是燕娥？我有一张几年前的照片，不过没你现在漂亮。
你有我的照片？你本名曹一飞，湖北黄陂人，曾参加过第21期中统特工干训班。你的教员黄文道，同学中有彭程、宋一莲。你的学员编号037。咱们回家吧。那得带上我的兄弟曹三，他去年得了疟疾。这个病不传染，咱们一起回去。走陆路，不走水路。你怎么才来？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吗？有好几次，我都想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用。这个冤家！说细词呢？谁是你冤家？本来跟你接头的是我们营长。电台呢？答应他，一起走。刚吓死我了！间谍活动可是不受国际公约保护的。那个韩冰怎么那么听你的话啊？看我的！真是部摄影机啊！六哥说话怎么会无的放矢？他早就料到共党会早有预谋，又怎么会授人以柄？那部改装电台呢？你怎么知道里面有电台？我做了几年的机要秘书，我要是连部改装电台都看不出来，你信吗？我信，在我眼里啊，你就是母鸡，但不会下蛋。打死你！别开这种玩笑啊！延安是讲究自由恋爱，但不提倡男女调情。六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已经把电台给丢掉了？要是我没有成功，您可会因此招来横祸呀！出高占龙的时候，我不是也把命交给你了吗？我现在就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，能那么迅速的转移了这部电台？谭明同志，这已经都决第3次了，没有发现摄影机任何的破损零件。人都在吗？有个女演员上厕所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去了多久？演出一半的时候就去了。你想他还能回来吗？你们演出后台难道没有哨兵吗？有人出去，哨兵怎么不管？有是有哨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演出其实跟打仗一样，发生不得意外。演员临上台之前，必须解决完个人问题。哨兵不是不管。你说一个女同志上厕所，她总不能提着大枪，寸步不离的跟着吧？去接手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严娥。严娥。严娥不是同志，他以实际行动证明，他是国民党特务。摆好了。我磕头，是不想惊动死人。在新坟里埋东西，谁也不会注意到新埋的土。我们来的时候，飞机中弹了，9个兄弟，就剩下我们仨。营长牺牲了，3营老规矩，人没了，任务不能没。等任务完成了，咱们只能靠他和山城联络了。没有接应，我们出不了陕北。能告诉我是什么任务吗？从1941年7月，干训班毕了业，我就接受指令潜伏在延安，这一下就是好几年，我就成了一枚贤妻冷子。
我以为我自己已经被山城方面给忘了。要不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怎么会派出人又把人忘了呢？想来也是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不可能真成死子。这不你就来了？看你这样已经被投挂了。在延安度过的时间，远比我在干训班的长。我也亲身投入到大生产运动，开荒种地，养猪种菜。我们用油脂跟烧碱制成肥皂，女同志织的毛线，还能给编保团的干部每个人做了一套呢子服呢。后来，延安搞秧歌运动，来这儿的什么人才没有啊？上山抓蛇，下山杀羊，然后做成羊皮鼓跟蛇皮二胡，再砍下那个梧桐树做成小提琴，再用那个竹子做成笛子跟胡琴，就这样，文工团就成立了。知道吗？我本来是白毛女里演 B 角的，是因为 A 角病了才轮到我。哎，你见我的时候，不是带了一头白头发吗？万一有机会，为什么不逃出去呢？逃哪儿去啊？我如今，我虽说是一枚贤妻冷子，但是没有上方的指令下来，我就得一直等待，哪怕老死在这里。那个什么所谓的记者，肯定是趁乱的时候把这个电台塞到了我的戏服里面，然后故意把摄影机摔坏了，转移了大家的视线。就趁这个时候，我就假装肚子疼，用自己的衣服裹着这个电台跑了出来。没想到就遇到了你。那个记者他是什么人？他说他是中央日报的记者，说是来延安采访的。记者还要带电台吗？来延安的什么人没有啊？左翼作家、爱国学生、受降日本俘虏、西方新闻记者，当然了，最多的还是中统、军统、潜伏特工。我想这个人肯定也不例外。我把电台拿出来，一来是想保护自己人，二来我也是想通过电台跟山城方面重新取得联系。他们来给我们会合了。谁？自己人。延娥抓住了吗？翻遍了延安，他像个影子一样蒸发了。早不蒸发，晚不蒸发，偏偏赶在公树摔坏摄影机之后蒸发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公树成功的金蝉脱壳了。他把电台留在后台，由延娥借着解手之由，把电台带了出去。公树和延娥之前认识吗？更像是偶然相遇，一个国民党男特务偶然遇到了一个国民党女特务。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无巧不成书。听说你在公安局里放走鬼子六，我还在想，你是怎么发现摄影机里已经没有电台的？他当时说了一句话。哪句话？他说：“韩同志，我可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新闻记者。”这句话能说明什么呀？这只能说明他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，在故意拖延时间呢。您真觉得他是无计可施了吗？他现在正在明明从事着间谍活动，他怎么还敢这么说呢？这也是我没想明白的事儿啊。这正是他的目的，他想让我产生错觉，觉得他是无计可施、黔驴技穷了。当时如果我中了他的圈套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摄影机，他会倒打一耙，说我们什么没有人权、共产党无故扣押新闻记者等等等等一大堆理由，搅得是天翻地覆、四邻不安。现在国共关系那么紧张，大战一触即发，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点点疏忽，给我方军代表在谈判桌上造成被动的局面，给国民党一个进攻陕北的理由。你是怎么识破他的阴谋的？他的情绪，当时
我让战士打开摄影机时，有些不情愿。这样能说明什么？如果是一个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，情愿说明里边没问题，反之说明里边有问题。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不情愿又能怎么样？难道他要制止我们的行动？当然不能。一个特工遇到这种情况，要么是无动于衷，听之任之，要么是惊慌失措，如丧考妣。但是这个鬼子六，您觉得他符合哪一点？是啊，听你这么一分析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来，你看看哪个是大官？必须给我找个大官出来。我认识的那几个都没看到。这样，你看当兵的跟谁敬礼，那谁肯定就是官。哪有小兵见了长官不敬礼的？我是要看这些官里头，哪个官更大？共产党的官啊，越大，穿的就越破。你看那身上都是补丁雷补丁，那谁肯定就是大官。我说你在延安待这么多年，你白混了。你看看，他们有几个穿的不破的？不知道，共产主义运动都提倡以身作则。共产党的官级别越高，年龄就越大。哦，还有，他们啊都有马，你就看谁骑着马，身边还有个警卫员，那谁肯定就是大官。骑马，年龄不大，准备。老板，老板行啊，老板，老板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都是山上那些狗日的特务干的，他们杀死了老板，我爷爷的祖宗。怎么样？中国那帮混蛋可能得手了，有八路军报警的枪声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担心共党会趁机迁怒于我们。我个人的荣辱生死倒也无所谓，关键是六哥您。这次行动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最艰难的一次，一切都无法预料。四面楚歌，腹背受敌。六哥不会败的，绝对不会。这个世界上哪有常胜将军呀？我郑耀先也没有长三头六臂，对手过于厉害，实力与我不分伯仲。能否战胜韩冰，我心里实在是没有底呀。我就不相信，韩冰没有弱点。有弱点，他的弱点，也就是稍纵即逝的疏忽。他会有什么疏忽呢？由于他的疏忽，我们才能找到一条逃生的羊肠小道。接头人迟迟按兵不动，我想他是理解了我的意图，会在归途上跟我碰面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找到合情合理离开延安的机会。
仇，别舍不得。请您处分我吧，都是我的保卫工作没做好。现在怪谁都没有。老马就牺牲，他死了。真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，再吹过，咱就找不着了。都管他叫老马家，其实他比我还小，可他小小的年纪就在江西参加革命，长征往事。他身发高烧，烧得像个火炉子，还忘不了替别人感情。爬雪时，我捂着他的耳朵，一步一步地挨到了山下，我怕把他的耳朵冻掉。我草地，我饿得快死了，是他用最后一口干粮把我喂活，硬生生地背着我走到了陕北。真是个好兄弟，他许到这样，都做到了师长和导演，可他还是一个后勤班长、撒手卫人。可就这么一个好人，一个本分的老实，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老表，居然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，在八路军的家门口，让国民党狗头目给杀了。今天，要不是他替我去溜，躺在这儿的，就应该是我。我多想他，还能呲得着黑眼，满口的黄金，从我口袋中摸烟着我。你说，我该不该替他报仇？3天内，我的脚能不能踹到敌人的头上？让我尿完啊！这荒郊野外的，根本找不着厕所。怎么了？韩同志，金先生让人绑架了。他被绑架了？被谁绑架了？韩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金先生尿急就去找厕所，有工人看见，他让几个拿着枪的人带走了。什么样带枪的人？拿着枪的人不是你们共产党的人，就是国民党的人呗。几位兄弟，我知道你们是要绑架我，咱有话好商量，犯不着动刀动枪啊。你是记者？啊，是。你就算是名义上的假记者，共产党也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一个新闻记者，如果死在了陕北，对社会舆论无法交代，你不用怕，我们就想借你一下，到那边求东西。啊？现在到处都是八路军，没有你，我们不好取。你们取什么东西啊？你有必要知道吗？我是你们的人质，没有我，你们就取不到那个东西啊。所以我申请知情权。什么东西？你们丢了不要的东西。电台。你们要电台干嘛？干嘛？那你们带电台来陕北干嘛？哟，白毛女，哎，你是白毛女？
是又怎么样？反水了。反什么水？哦，明白了。原本你就是个女探子。是又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说共产党哪点对你不好啊？你非得做这个国民党特务来搞破坏，人家给你衣服穿，挖窑洞给你住，做好了饭给你吃，这头发长了还可以免费理发，精神空虚了可以看免费的演出，你这走遍全中国，你也找不到这样的人间乐园啊！你说完了吗？闭嘴！你怎么也是被洗脑的样子啊？跟宣传部门讲出来的话一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反正我是掉河里了，我就没打算再上岸。你呀，别瞎操心了。带走，抓住！下面什么指示？绑架郑耀先的十有八九就是那几个空头的国民党特务。老陈让我们将计就计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不认为现在是除掉郑耀先的大好时机吗？子弹可不长眼，就算他死了，那也是国民党特务自己绑架，我们八路军顶多也就是解救无方啊。我理解首长失去老马军的报仇心切，可是这么一来，我们就抓不到和郑耀先接头的那条大鱼了。而且这个消息如果传到国统区去，会令外界对延安的治安失去信心的。可万一大鱼始终不露面呢？那我们就坐失这次机会啊！干什么？我抗议！我强烈抗议！你们带我们来参观什么中央印刷厂？这就是个阴谋，一个陷阱！新闻记者在延安，还谈什么人身自由啊？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解救出郑耀先来。可是老陈决心已下呀。我亲自去找他，让他收回成命。对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释放完事，放下武器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不依违抗，只能自绝于人民，死路一条。八路军在给我们搞攻心战，他们敢不敢开枪，就取决于你了。两军对垒，他们有什么不敢开枪的？你是人质，也就是绑票。那如果人家撕票呢？那就是你太不中用。我们绑没白绑，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上去，干什么？喊话，让他们看清楚是你。哎，人家为什么要拿我当回事儿啊？打仗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一个新闻记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动枪，我动的是笔呀。你去喊话，让他们撤走就行。那人家能听我的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？八路先生们，我是山城，中央日报社副主编金默然。我就住在你们的西北旅社，是经过你们批准来延安采访的新闻记者。国统区的广大民众还等着看我写的文章呢。我现在被这几个人绑架了，他们让我对你们喊话，你们如果不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他们就撕票，啊，就是把我杀了。这样还行吗？再敢切一些，要声情并茂，快！我上有80岁的老母，
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一家10几张嘴，等着我挣钱养活呢。如果我死了，这10几个无辜的生命也就没了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